我叫林成宇，魔都大厂高级程序员，年薪300万。辞职那天 ，HR 问我是不是疯了。回县城那天，我妈摔了筷子，前女友发来一句没出息，连发小都说我被社会毒打废了。全云岭县27万人，没一个看得起我。但他们不知道是7天前我重生了，绑定了人口红利系统。这县里每多活一个人，我每天躺赚1.2块。也就是说，我睡到自然醒。丁，今日入账32万4千元。唉，你的意思是你不回申城了，准备在云岭县扎根？我妈托人介绍你，是冲着你那段简历去的，南方某互联网公司技术岗。结果你坐在我对面跟我讲故乡，讲留下来。这地方你看看，傍晚8点街上跟戒严似的，连个像样的电影院都没有。云岭县房租便宜，下班能看见星星，比熬夜改方案到凌晨4点强。星星能换包吗？秦淮能给孩子交学费吗？我表姐嫁到省群，光首付就200万，那叫嫁人。你呢？守着2800的工资，跟我讲星星。就到这儿吧，咱俩不是一条道上的。寒酸，我宁可一个人。寒酸，上辈子我把脊椎熬成了 S 型，连骨灰盒大小的房子都没攒下首付。这一辈子，老子哪儿也不去。程宇，那姑娘没说啥吧？妈，她嫌咱这地方小。人家不是没说错，你说你好端端的申城不待，跑回来跟我们一起腌咸菜。我跟你说过多少回，男人就得往大地方扎。你倒好，行李一卸，扎根了。你以后吃什么喝什么？啃我那点退休金吗？爸，我想把南边那个废了的针织厂辉顺针织盘下来。你说啥？辉顺？辉顺那是个雷，谁踩谁炸。程宇，那破厂连看门狗都饿瘦了，你拿什么填？爸妈，我不接老厂子，我另开一个，钱我有，你们就当我在外面这几年没白熬。哎呦喂，林大老板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要在申城待到秃顶呢。不去了。不去好，申城那地方是个绞肉机，你回来打算干啥？跟我跑滴滴，后排给你留个位置。我不开车，我开厂。你疯了！现在这年头开厂跟跳河没区别。小满，你天天跑车，南郊那个辉顺针织你熟吧？辉顺，那不是坑，那是地狱18层。老周欠的钱加一块能修条高速公路，催债的能把你裤衩扒了。我不背老账。我问你，嫂子以前在辉顺干啥的？我家秀飞，她当过2年质检组长，后来调到打板车间，从沙线到出货，闭着眼都能摸清每道工序。明天中午我请嫂子吃饭。小雨，辉顺的烂摊子你别碰，老周怎么坑的人我清楚。秀芬，你劝劝他，他比我还轴。嫂子，我不接辉顺，我开新的，设备全新，合同正规，工资按月结。你拿什么开？300万启动。300万？你哪儿来的？在申城做海外电子盘攒的，在云岭足够拉起一个厂。客户呢？做出来的东西卖给谁？申城有个做高端童装的姐姐，手里缺个手艺扎实的定制代工。嫂子，新厂的厂长，我想请你来做。我连个班组长都没正经当过几年。8万？你给我转8万干嘛？小雨，你这是干嘛？这事儿还没影呢。嫂子，这是你3个月预支的工资，你先把家里那些窟窿堵上，明天踏实跟我干。小雨，嫂子，接还是不接？接！我王秀芳这条命，今天就拴你这根线上了。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次，我就要在这个1年比1年安静的县城里撬出一点动静来。找哪位？什么类型？咨询办厂，针织代工。姓名？林成宇，云岭本地人。本地人。预计投资？前期300万。您稍等。
小林是吧？300万，本地人，回乡创业。郑主任，废话我不多说，从立项到开工最快几天？走正常流程，30个工作日起步。我要10天。你认真的？郑主任，开发区西侧那栋空了2年的2000平米厂房，是不是您头疼了2年的指标？小伙子，你做过功课。老厂工人闹事的事儿，是不是您在兜底？老周的债我不接，但欠的工人我高薪招回来。第一，工人有钱拿，您压力解了；第二，您年底就业人数我来填，您要的不就是这个吗？老钱，我这儿有个人，你下来一趟。开发区这几年骗补画饼跑路的，我数不过来。你说300万，钱主任，我不画饼，我只问3件事：西厂房能不能给我？水电消防能不能立刻接通？老厂工人能不能让我优先招？第一、第二我能给你，第三是你自己求着要的。你知道那帮人多难缠吗？我知道，难缠是因为他们被欠怕了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干活。老郑，下午带他看厂房，钥匙今天给，合同走最快通道。小林，我把脸递到你手心里了，再让我栽跟头，我俩这辈子就别想抬头走路了。我跑了，您让全县人在我家门口砌一堵墙。我说疯子，这地方风都比城里大3级，你真要在这开厂？小林，钥匙。2000平，前3年免租，水电按工业价8折。承重柱距8米，正合适。左边打板，右边仓储，里间当办公室。设备清单今晚出。嫂子，明天我打120万到你账上，全新机器，要快。小满，从今天起别开车了。不开车我喝风。月薪按你3倍跑车开，你当我的腿，跑工商跑税务，你人头熟，认得的人是钱。行，谁让咱俩穿开裆裤长大的？哟，林成宇，你不是回家养老了吗？沈姐，我在云岭县开了个厂。你认真的？我有人、设备、时间，下半年的同胞预售款，允我一批。童装难做，针具缝合安全性不达标，整批退。老客户挑的比丈母娘还细。500件高端婴幼连体衣，样衣面料你出，做坏了你随便退。行，做砸了，我不会因为咱俩交情留情面。嫂子，样衣后天到，从拿到那天起，8天内我要看到成品。婴幼连体肤500件8天，你这是把我当机器使？不是机器，是顶梁柱。行，干。一共多少？96万8。抹零96万，开发票，备用机单独算。小老板，全款。刷卡。这厂房比辉顺的破棚子敞亮多了。老周欠我7个月，11800。我儿子补习费都是我妈拿养老金垫的。小老板，我先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又一个老周？我叫林成宇，我不画饼，也不发誓，我账上现金能发你们2年工资，信不信你们说了算？各位工友，这场以后我管，老板让我说啥我说啥，但工资这块我用我王秀芬这张脸担保，1分不少，1天不压，设备后天到位，到了就开干，手脚利索的进车间，毛毛糙糙的我也不留你，你愿意明天就来。啥时候上班我也来，算我一个。这帮人不是难缠，是被欠怕了。你只要让他们看见钱，真的会从口袋里掏出来，他们比谁都肯卖力。这玩意儿领口反包缝，不能有一根线头戳孩子皮，盘扣手工缝，钩边藏里头。最要命，长绒棉一过机毛全毁，手感差一个档。那怎么办？要用气动平缝加手工，可手工反包这活咱厂没一个能行。谁行？沈兰英，51岁，老厂技术组长。老周欠他9个月3万2，那是给他瘫痪5年老伴买药的钱。但他现在听见厂字就翻脸，在西街百修一趟，你不认识他？不认识更好，这事儿我去办。改个裤脚12块，你这是抢钱！改吧改吧。沈毅，改啥？我不改衣服。那你走吧。
沈姨，您这台机器的过线钩松了，缝后料的时候会跳针。你会修缝纫机？我不会修，但机器我懂一点。沈姨，这种藏针法，外面流水枪上的小姑娘做不出来。你想干啥500件高端婴幼衣，反包缝，手工盘扣，整个云岭县就您一个人能压得住。我不去，每一回我都信他们。3.2万，我老伴儿的救命钱，你跟我说什么我都不会再信。沈姨，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跟我谈条件？您让我招的工人，工资必须每月15号前到账，1天不压，我答应您。你说的这话落不落在纸上？落在合同里，第7条，违约金双倍。你留个地址，下午我过去看。如果厂房是空架子，我转身就走。开发区西路1号。小伙子，这上面是29个人的名字，欠了多少都写着。你看还是不看，随你。小雨，这一笔下去快20万，万一他们拿了钱就消失。那20万当交学费，但我赌他们不跑。一个被欠过工资的人，最知道按时发钱的活有多金贵。疯子，你今天发出去多少？21万4。关门，把大灯全开了。我要让从开发区路过的每一个人都看见，这里有灯，这里有灯，有人，有活干。反包针距2毫米半，没问题。领口包边宽度9毫米，多了1毫米，多1毫米也算。婴儿的脖子比你的手腕还细，多1毫米贴着皮肤磨1天就是1圈红印。还有这盘扣，纸条要求6道绕，他们只绕了5条。哼，机器盘扣松紧不均匀，孩子一抓就散。这种活只能手缝。沈姨，如果按您的法子，500件够不够8天？不够，除非我同时带4个徒弟。您挑人，我要看手，手指头硬的、关节粗的、力气不均的，全不要。明天上工位，每个人缝10厘米直线，针距不均的自己回家。把缝纫机关上，今天1针不缝。啊？那干啥？调线。今天每人把机器的张力压脚全部调一遍，写在纸上，我一个一个看。调不过关的，明天别碰布。沈组长，我们在老厂从来不调这些，所以老厂死了。下午只学一件事，手工反包。机器走的是死线，手缝的是活线，要给婴儿留一点呼吸的余地。你这个指甲太僵，回去多练抓针。3天后再来看你。哥，说个事儿。这2天门外老蹲着个穿粉外套的穷学手女的，拿手机东拍西拍。有人盯上了，这才刚开张。就是他，那个新老板，钱多得很。我是老厂的，我也要签合同预支工资，凭啥他们能领我们不能？我是林成宇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各位，第一，能签合同的只有沈姨名单上的人，没名字的掉头。第二，名单上的也得过技术考核。你这是区别对待。哼，是区别对待，我这是工厂，不是福利院。沈姨在里面，谁是真的，她一抬眼就知道。混进来的现在走，我当没看见。下午2点考核，错过等下一批。想在小县城办企业，不立规矩，3天就得被人吃干抹净。王组长，我能不能来？春霞，你不是去厦门进电子厂了吗？厂里裁人，我回来了。家里老的小的，我实在走不开太远。你以前在辉顺干过半年是吧？半年，我手慢，老周嫌我效率低。把孩子先放办公室，让秀芬婶给你看。
下午来车间做辅工，看1周后再说。谢谢老板。别谢，干活就行。小雨，500件的工人计件单价出来了，一件总工资算下来62块。嫂子，按这标准，单件咱们能赚多少？沈之一给280，扣除材料损耗、开销，单位能落70多。把工资抬到一件108.8。啥？一件108，我们净利润压到1成。小雨，这单价一出去，全县做服装的同行都得来骂咱们破坏行情。让他们骂。嫂子，你说这厂里最值钱的是啥？是机器，是人。沈兰英值钱，你值钱，外面那20几个踩缝纫机的姐妹，每一个都值钱。机器哪儿都能买，会做反包的，全县只有一个沈兰英。把单价表贴到公告栏，明天上午让他们自己算。反包缝一件16块，我在辉顺做同样的活3块2，8天做40件，光这一道就是640，加底薪3000，再加杂七杂八的，这是月薪。这是10天的钱。哭啥？面料一件1200，眼泪掉一滴就是返工，都给我做回去。第一批500件交不出来，纸上写的数全是空头支票，到时候哭你都没地儿哭。工地包工头又拖钱，这月日子怎么过？你看这个，啥？我10天3720。什么？我手慢，单价低，沈姨说我再练半个月，月底能上6000。春霞，你跟我说实话。合同在抽屉里。爸爸，你哭了？没有，爸爸眼里进灰了。听说咱云岭那个新开的针织厂，工人1个月7、8千。假的吧？我表姐就在里头干，说老板是从申城回来的，签合同备案的那种。妈，咱家屋后那个开发区针织厂是不是真的招工？小雨，今天来了130多个。有经验的让沈姨过一遍，没经验的登记。下个月开带薪培训班。带薪培训？小雨，你这成本……嫂子，培训班开起来，云岭县每一个想回家的女工都会知道，这里教手艺，还发工资。我要的是把这帮人从外地拽回来，一个回来的背后是一家3代。林成宇，仿品已经在低价铺货了，针具和我们的看着差不多。让他们仿，仿品用的是普通棉，洗3次就起球。我们用的是新疆长绒棉，加手工反包，洗20次还跟新的一样。这话你敢说？你随便挑3件，找第三方实验室送检，结果你公开发。你疯了？我没疯。沈姐，我们这一批500件做完，后面3000件的秋冬款全部交我们，行不行？你胃口越来越大了。因为我手里有人能接得住。成。前100件我亲自验收，1件出问题，整批退。今天差14件，全卡在盘扣这道。沈姨，您不能再熬了，您眼睛已经红了2天。我熬了20年，还差这一碗。停！全员停工2个小时，11点到1点。所有人离开工位，去食堂吃宵夜，不许碰机器。小雨，剩4天。嫂子，5天连轴转，沈姨眼睛要废，次品率要爆，2个小时换来一个清醒的脑子，值。500件全部合格。20年了，我以为这双手再也用不上了。下月1号，
云岭针织带薪培训班开班，名额80，优先录取，本地户籍，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者。疯子，这一手又得砸不少钱。小满，钱花在能让人留下来的地方，就不叫花，叫种。这双手值钱了，这条街值钱了，这个县也快要值钱了。你跟我谈延期，林成宇，你忘了上次你拍着胸脯说什么了？把复杂的盘活款往后挪20天。沈姐，您拿我当代工厂我没意见，但您拿我当合伙人，这事儿您得让我说真话。那200件往后挪30天，年底之前再培养出至少2个能独立做反包的人。成交。你来干啥？看书。沈姨，下周起您4点下班，我要您多干10年。我开个手艺组，您是组长，月薪1万5起，带出一个徒弟，奖金2万。沈姨，您这双手值这个价。老头子，你听见没？咱们家以后吃药的钱不愁了。西路1号就在前面。真有这地方啊！我表妹在朋友圈发的工资条，我一开始以为她 P 图能 P 出社保缴费记录吗？新来的，培训班还是车间？培训班第2期。从哪儿回来的？东莞、杭州。路上累了吧？先去食堂吃口热的。登记不着急，你们是被名单里的人喊回来的，不是被我喊回来的。我表妹真没骗我啊！小雨，沈姐那边催货催得紧，第3批3000件秋冬款，她希望提前到月底交。产能呢？现在车间6线全开，一天满产能120件，月底还有18天，做完3000件够呛。沈姨身体怎么样？上周血压又高了一回，她不肯说，我看见她偷偷吃药。分2班，沈姨只上白班。嫂子，沈姨这双手是这个厂的命，命没了，订单再多也是空的。有人实名举报你，举报我什么？偷税漏税，雇佣童工，违规预支工资，套取补贴。童工？我厂里最年轻的工人22岁，市里得派调查组下来。谁举报的？匿名，但你心里应该有数。老周，他要把你拖住，被查1个月，订单全黄。他们来低价收购厂房。老套也管用。小林，调查组下周到，你账本干不干净？我请了会计师事务所，每一笔进出都有票，社保高基金1分不少。那好，这月你别接新单，别上新闻，等风头过。郑主任，我不接受这个建议。我下周扩招，还要把厂门大开，让市里调查组随便进、随便看、随便问。你疯了！我要让全县人知道，有人想踩死云岭针织。疯子，这回真是冲着咱来的。有老板天天打听咱厂设备。小雨，要不咱低调一阵儿？嫂子，我说句实话，咱们这种厂最怕的不是被查，是被怀疑。工人一嘀咕，厂就空了。你想怎么办？明天开大会，贴出举报信。小满，联系县电视台来派调查组进场。嫂子，把所有工资明细、税务凭证复印200份，放门卫室，随便看。你这是要把家底全掀给人看？对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有人匿名举报咱们厂，下周市里派调查组来。调查组来的那天，希望你们正常上班，谁问什么就答什么，不用替我藏什么。你们的工资条、合同全在你们手里，该是怎样就是怎样。老板，我们信你。春霞，我要你们信你们手里的合同、卡里的工资，这些不会骗人。我说一句，我在外干了8年，没人问过我一句累不累。在这儿，每天下班有人给我端杯热水，这双手都没骗过我。林总，我们需要查阅近3个月所有的财务凭证和劳动合同，都在会议室门卫那儿，还有200份复印件，
您要带走的随便带。这么配合，我没什么不能给您看的。我们还需要随机抽查工人，单独谈话。您指哪个谈哪个，当我不在场。你叫什么？李春霞。你的工资是怎么发的？每月15号打卡里，上个月7280块。有合同吗？随身带着，老板说让我们自己留底。自己留底？老板说合同是我们自己的护身符，不是他给的恩情。林总，实话说，我跑了7年企业，第一次见把工资明细贴公告栏的老板，我也是第一次开场。您这做法，工人都知道彼此挣多少，容易闹矛盾。大家挣多挣少是因为手艺，手艺这个东西藏不住。我明白了，报告下周出，结论应该不会让您失望。林总，您这个厂让我想起我妈年轻时候待过的国营纺织厂。您妈是纺织工人？90年代下岗的。疯子，这次真是悬，要是账上有一笔说不清楚，所以从第一天就要把账做干净。小满，咱们这种厂能死的方式有100种，但活下去的方式只有1种，干干净净。你说，是不是真有人在背后盯着我们？有，而且不止一个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继续干。他们盯着我们，是因为我们做的东西有人买，我们做的越好，他们越眼红。眼红是好事儿，说明我们走在他们前面。回来了。饭在锅里温着。程宇，当年我跟你说让你别回来，我记得。这地方留不住年轻人，你回来就是熬。今天你妈在菜场碰见王秀芬她婆婆，她拉着你妈的手哭了半天，说她儿媳妇这辈子第一次有底气跟人说我有工作。你做的这事儿，比我这辈子干的所有事儿加起来都强。爸，别说，我就想说这一句，去睡了。明天我去厂里看大门，1分钱不要。爸，门卫够人手。老周说夜里巡2遍不够。好。程宇，你爸他不会说话，我知道，但他每天早上6点就起，等着看你出门。妈，我吃的好着呢。你瘦了。来了，爸。老周说后半夜没人巡，我守这一段。爸，您身体……林总，您爸这巡岗的步子比我利索多了。当过5年物传部干事，这点活算啥？爸，谢谢。快滚去上班。反包的关键不在针，在线，线要松，刚好挂住面料，不能勒，勒一道，孩子皮肤上就是一道印儿。沈姐，这线松了不就脱针了吗？你看我手，张力不在机器上，在你这2根手指上。机器是死的，手是活的。机器能做到80分，手才能做到100分。我练得到吗？我51岁才教徒弟，你30多岁，怕什么？沈姨这2天精神好多了。嫂子，第2期培训班结业了多少人？52个，11个达到了独立上手的标准。第3期什么时候开？下周1，报名147人。小时候我以为长大是要往外走的，后来才明白，长大是为了有能力回来。云岭县常住人口今天是270412，比上个月多了86个。86个不是数字，是86个不再需要在异乡的春节里一个人吃泡面的人。下个月儿子上托班，针织厂工资交完开销还能存一点。我后悔我没早回，啥时候都不晚。巴黎啊，27万人口的县城要去巴黎了。
疯子，你说咱这招牌挂上巴黎俩字儿，是不是有点装？装？那挂它干嘛？让从外地回来的人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。这心眼真多。不是心眼多，是想让那些还在外面犹豫的人知道，他们家门口的这家厂能去巴黎，也能让他们回来挣到钱。小雨，巴黎那11家买手店的合同我都看完了，最大的一家1年要5000件，最小的一家1年要800件，加起来1年21200件。嫂子，咱们的产能跟得上吗？跟不上，现有6线满产，1年最多14000件，还差7000件缺口。招人？招了，第4期培训班120个人，3月底结业。但就算结业，也得3个月才能上熟手，慢慢来。嫂子，咱们不接超出能力的订单。11家买手店里要积分合作，挑5家先合作，剩下6家明年再说。小雨，你确定？这可是送上门的钱。嫂子，钱永远赚不完，可一旦咱们因为接不住的单子砸了招牌，巴黎那几条路就走死了。慢一点，没事儿。我以前总觉得你年纪轻轻怎么这么稳，后来我想明白了，你是被生活揍过的人。怎么了？工地那边黄了，又黄了？这回是真黄了，包工头跑了，剩下的工资估计要不回来。春霞，我不去工地了。那你打算干啥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以前在驾校学过大车，对吧？厂里物流缺司机，1个月4500，五险一金，包午饭。你跟你们老板说过？没。赵主任问我老公干啥的，我提了一句，他说让你明天去找他。你都安排好了？我没安排，我就是说了一句，去不去你自己决定。我42了，让媳妇儿给我找工作。那有啥？我以前在辉顺被欠工资的时候，是你扛了2年。建国，咱不要再分开了。儿子下个月家长会，你去。我去。上一次你参加他的家长会，他才上幼儿园。他今年都4年级了。是啊。我爸来当门卫，一干就是大半年，每天巡更2次，都记在小本子上。那天我偷偷看过一次，最后一页他写着：我儿子的厂干净。喝水。爸，您怎么还没下班？我是夜班。您几点下班？凌晨2点。爸，您坐会儿。我不坐，我得去巡。爸，您身体怎么样？比你结实。我让小满给您换个白班，您晚上回家睡。不用。为啥？你妈晚上打呼噜。笑啥？没啥。水是温的，更好。沈师傅，我们想请您来学校开一门课。我连初中都没念完，我这手能教啥？我们不要学历，我们要您这双手，教反包缝，教盘扣，教那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。沈师傅，全省能做手工反包的师傅不超过20个，其中有4个在云岭县，您还有您带出来的3个徒弟，这有啥稀奇的？以前我们厂里每个人都会。以前每个人都会，现在没人会了，
这就是稀奇。一周来几次？一周2次，每次2小时，课时费1节课300。教课1节课300？沈师傅，这是国家给手艺人的尊重。老头子，你说我去不去？去。我也想去。去。你说我51岁了，还能当老师？当。你说啥都让我去。秀芬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。沈姨，您说。学校请我去上课，1周2次，我想去。您去啊？那我厂里的活儿，您带出来的3个徒弟现在都能独立顶班了。您1周离开2天，没事儿。沈姨，您该去。那，秀芬，我51岁了，第一次有人喊我老师。沈姨，是您该得的。林总，有位女士说是您以前的相亲对象。让他去会议室等。你好。你好。我是来报名培训班的。你不是在省城吗？失业了。公司去年裁员，我是被裁的那一波。简历投了3个月，没什么回音。我妈说云岭县有个针织厂还发工资。我知道我之前说过的话很难听，我不是来旧事重提的。我已经在前台填了报名表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之前的事拒绝我。如果会，我现在就走。培训班招生没有黑名单，按流程报名，按流程考核，该收收，该淘汰淘汰，跟1年前那顿饭没关系。谢谢。不用谢。那我走了。林成宇，1年前那顿饭，我说的那些话，对不起。我都忘了，你没忘。但是不重要了。人到了一个阶段，被小看过的事不再让你愤怒，只让你觉得还好我没听他的。你这手不行，键盘敲多了。不过没事，比起手感，态度更重要。你是来学手艺的，不是来证明自己有多聪明的。周敏，针掉了直接换1根，不值钱。师傅说过，针掉到地上不能不管，怕扎到人。你这姑娘能行。这车你能开吧？能。我以前在工地开过水泥罐车，比这大。那行，今天的任务把这批货拉到县火车站托运，一共32箱。好。哎，对了，午饭在食堂吃，你媳妇儿在2号车间，下班一块走。一块走？咱们厂物流司机下班时间和车间一样，5点半。走吧。想吃不？给儿子买1袋。给你也买1袋。那你呢？我吃你的。爸，您别巡夜了。我没事儿。医生说了，医生还说人都要死呢。老林，爸，您要是闲不住，白天来厂里转转，跟老周聊聊天，但晚上不能熬。那我干啥？您退休啊。我退休5年了。那您再退1次。您要是实在闲不住，我给您找个活干。啥活？您当厂里的工会主席。啥？工会主席负责组织活动，听员工意见，1周来3天，每天2小时。我哪儿懂这个？您当过5年5成部干事，会写字，听人说话不带偏见，这就够了。工资多少？1个月3000。太多了，给我开1500。爸，1500，这是规矩。我不是来你这儿吃白饭的。好，1500。
林师傅，我想反映个事儿。您说。食堂的饭菜里油太大，我们这岁数的吃了反胃。我记下了。林师傅，宿舍的热水器坏了，洗澡水忽冷忽热。哪个宿舍？3号楼204。我记下了。林师傅，我能不能问个事儿？我每天跑火车站，路上经常堵车，我想跟领导申请，能不能把出货时间改到早上6点，这样路上没人，能多跑一趟。您说？我记下了。秀芬，这些事儿麻烦您看着办，我没本事，就是肯听。林叔，您这才上任3个星期，就把员工心声摸得这么清，您这是大本事。累不累？爸，不累。程宇，你这个厂办得好，不是夸你，是说事实。我以前总觉得男人要往大地方扎，现在我想明白了，不是地方大不大，是有没有人把你当人看。你这个厂把人当人看。师傅，您看看这件，反包缝针距均匀，盘扣绕了7道，多了1道。他说怕扣松，多1道不影响，给孩子用更结实。这个孩子有心。师傅，他以前在省城互联网公司上班，被裁员才回来的。您说怎么安排他？让他去成衣组。他这双手做不了最精细的活，但做整体把控可以。您看出来了？他做的这件衣服针脚不是最好，但每一处都干干净净，没有一根线头露在外面。这种姑娘适合管事。周灵敏，培训班毕业了。沈姨推荐你去成衣组当组长。组长？你是培训班里学历最高的，沟通能力最强。成衣组缺一个能跟车间和办公室两头沟通的人。王厂长，我才学了3个月。沈姨说你适合。沈姨看人20年没看错过。那我试试。试试就行。当心。对不起。没事。听说你要当组长了。加油。谢谢。林总，这次你们这一桌算我请。孙叔，您一桌请，您1年不用挣钱了。真的，我说真的，要不是你们这帮人天天来吃饭，我这店去年就关了。孙叔，咱们都是云岭县的人，互相帮衬应该的。这顿饭按价钱来，不能让您吃亏。新员工们，欢迎加入云岭针织，这1年辛苦了。林总，是您辛苦。来，干一杯。好。老林，慢点儿。我没醉。你都飘了。我高兴。爸，您高兴啥？高兴你这一桌一桌静下来，每个人都跟你笑。我儿子让这么多人笑，这是大本事。工会的事儿忙吗？不忙，今天没人来反映，那是好事儿。程宇，你妈昨天跟我说，开始替你着急了。着急啥？你也不小了。爸，我才31不小了，不催你，就跟你说一声。王厂长，我建议这个安字用手工绣。手工绣600件。机器绣的太硬了，孩子戴着会硌，但手工绣的成本，我算过了，沈姨的2个徒弟可以做，沈姐那边能不能接受这个价格，我去谈。那姑娘能行。小雨，我看她对你……嫂子，
工作就是工作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周敏，这批活儿你跟下来，做得好。是您徒弟做得好。师傅做得好不算本事，你能让师傅愿意为这600件多花心思，这才是本事。小姑娘，云岭县缺的不是会缝衣服的人，是像你这样的姑娘。林总，这位梁先生非说有要紧事找沈师傅。您就是沈兰英师傅吧？你哪位？我叫梁红，申城启梦童装的生产总监。梁总监有事儿，沈师傅，我来是想请您去申城。我们公司正在筹备一个顶奢手工童装线，需要一位像您这样的技术总顾问。我不去。年薪80万，税后，配车配房，老伴医疗全包，接入申城最好的康养中心。3位也一样，只要过去，起薪25万。25万？林总，我不是来抢人，是给他们更好的选择。手艺人应该有手艺人的价钱。说完了。说完了。沈师傅，点头，明天就能住申城大房子。小梁，你这个价钱很高，高的我这辈子没听过。但我老头子闻不惯大城市汽车屁股的味道。你给的钱买不来徒弟们孩子放学喊的一声妈。我50多才有人喊我声老师，这称呼你那80万买不来。沈师傅，您这是敬酒不吃。孙叔送客。小雨，这人……嫂子、姨、姐几个，他有一句话说对了。哪句？手艺人应该有手艺人的价钱。小雨，你真要把厂里的股份分出去？疯子，这可是咱自己的厂，分给他们，那以后……小满，这个厂是谁的？你的呀。一开始是我的，现在是300多个人的。沈姨，昨天那个人开80万，您为什么不走？我说了，我认家。我知道，但光靠认家2个字，留不住人一辈子。人心不能只用感情来换，会累。我准备成立一个新的合伙人公司，专门持有云岭针织的股份。第一批拿出15%的股份，成立一个期权池。给谁？王秀芬、赵小满、沈兰英。我一个车间老师傅。沈姨，您不是老师傅，您是这个厂的定海神针。这5%是给您的，不是给您个人的，是给您代表的手艺。你们俩一人5%，嫂子管生产，小满跑外务，你们是厂子的2条腿。我也有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你跑的不是腿，是这个厂的血脉。这15%，3年后全额兑现，只要厂在，你们就在分红。厂要是上市了，你们就是千万富翁。小雨，你这是……我只是想让所有人都明白，给云岭针织干活，不只是挣一份工资，是给自己挣一份家业。这只是第一步。还有，沈姨，您的手艺不能只留在您一个人手上。我要开一所学校。学校？一所非盈利的纺织技术学校。我个人出资，用您的名字命名，就叫沈兰英纺织技校，您当终身名誉校长。小雨，你这是要折我的寿啊！沈姨，我不是抬举您，我是要让云岭县所有想靠手艺吃饭的年轻人知道，手艺是值得被刻在校牌上的。沈姨，这个校长您当不当？你要自己掏钱办一所非盈利技校，这可不是几百万能打住的事儿。师资、设备、校舍，这是一个无底洞。钱我有，我只要一样东西，地。那是个火药桶，那帮老工人谁碰谁一身刺，他们觉得是政府欠了他们的。我去见见他们。红星罐头厂的今天，就是辉顺针织的昨天。这帮人的心结，我懂。哥，你看那眼神跟防贼似的。您好，我叫林成宇。干啥的？我们这儿没厂长，只有一群等死的人。又是开发区派来赶我们走的，除非从我们身上压过去。哥，
这架势不对。各位叔，我不是来赶你们走的，那你是来干嘛的？看笑话？我是来问问，你们还想不想让红星这2个字重新亮起来？你什么意思？说吧，你想怎么让红星亮起来？是想收购我们这堆破铜烂铁？李厂长，我不买机器。哼，那你看上什么了？我看上你们这20多个人，还有红星这块牌子。看上我们这群老骨头？我要建一所纺织技校，但我有个想法，学校旁边再建一个小车间。什么车间？罐头车间。你说什么？重开黄桃罐头线，这个车间由各位管理，每个人技术入股，工资另算。它还是学校的实习基地。你图什么？罐头现在不挣钱。这是计划书，车间49%股份归全体职工，你们选代表进董事会。地皮的事儿我跟政府谈，给你们个体面安置。李厂长，我不是来施舍的，我是来跟你们做一笔生意，一笔关于传承的生意。我只有一个条件，新厂的名字最后的名字，您说，必须叫红星。老李，你这步马走的不对，哼哼，我乐意，反正罐头厂下个月就试产了，我心情好。爸，李叔，程宇啊，食堂那边说想把咱们的黄桃罐头当成员工福利，你看，这事儿您跟我们工会林组长谈，谈过了，王秀芬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程宇，你妈让我问你，又问那个周敏姑娘，我看就不错，业务能力强，人也懂事儿。上次在食堂还知道扶我一把。爸，那是工作，工作能看出品性。你小子别拖了。林总，这是下个月欧洲订单的排产计划，您看一下。辛苦了。不辛苦。周敏，周六有空吗？有。我爸妈想请你来家里吃顿饭。叔叔阿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没有误会，就当是同事聚餐。好。想跟你走，想拉着你的手，可好像显得太冲动。已经幻想靠。哎呀，小周，来就来，还带什么东西？小周啊，我们家程宇就是个闷葫芦，你别介意。阿姨，他挺好的。他要是欺负你，你告诉我。你跟人家姑娘说了没？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还没。你呀。林总，我回去了，谢谢叔叔阿姨的晚饭。周敏，我小雨，你快来厂里一趟，沈之意来了，还带了一大帮外国人。林总，不请自来，没打扰你约会吧？沈姐，你这……他们看了你们在巴黎展上的东西，不相信是一个中国现成的小厂做出来的。我今天带他们来，眼见为实。欢迎，林先生，我们想参观一下你们的生产线，尤其是你们的手工车间。不可思议，这简直是艺术品。林先生，我有一个提议，我们想买断你们未来3年的全部高端产能。抱歉，我们不接受买断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出比市场价高30%的价格，因为云岭针织的产品不只属于一个品牌，它属于所有懂得欣赏它的客户，但我们欢迎合作。林先生，你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，更是一个值得合作的伙伴。我没读过多少书，不会说好听的话。我就想跟孩子们说一句，你们手里这门活走到哪儿
都饿不着，要对得起自己的手，对得起穿你们衣服的人。今天我也有3件事要宣布。第一，从下个月开始，云岭针织所有工龄满3年的员工都将获得公司的干股分红。第二，云岭针织将联合红星食品厂成立一个云岭县职工子女托儿所，免费对2厂所有职工开放。3点半放学的孩子有地方去了。第三，我不是一个好老板，因为我把太多时间花在了工作上。我希望以后能有一个人帮我管管账，也管管我。今天我们毕业的不是学生，是我们云岭县的未来。谢谢大家。林成宇，你现在不是在办厂，你是在建一座城。我只是想让回来的人能安心留下。你今天在台上说的话，是认真的吗？哪句？每一句。每一句都是。这个送给你。这是你什么时候绣的？小城烟火，学了3个月。我以前觉得回家是失败，后来觉得回家是责任，现在我觉得回家是和你一起。我没有车，没有深城的房子，我就一个破厂，一群需要养活的工人，还有一个有点啰嗦的爸妈。你愿意跟我一起守着这个家吗？我早就住进来了。730天前，我回到这里。系统说，县里多一个人，我多1块2。现在，我每天的收入是41万。但我已经很久没看过那个数字了。